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小银行势如微卵，中国发债救援危害更大这是一个非常财经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影响很大，所以我还是要讲一下。我今天还会讲讲中国的失业保险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都是现在很关键的问题这两个关键的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关注。这个灯怎么闪来闪去？好，抱歉。好，我们就开始。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中小银行，我们其实一直都知道，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中小银行是最危险。所有的金融危机，所有的金融风险最大的领域是哪里？是中小银行为什么？中国的中小银行其实就是两类一个就是原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变成了中小银行。另外一个是城市信用合作社，这两个机构变成了中小银行，还有一些私人银行也是中小银行。那么这几类银行呢，它本身呢，它的资本实力很薄弱这是一个，就是它开始变成银行的时候，它本身实力就很薄弱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实力薄弱，它的治理能力就比较差所以它的竞争力也比较差。它竞争力比较差，那怎么办？它要活下去，那怎么办？它通常和地方政府勾结在一起那么利用它和政府的关系做很多政府的这种内应也是里面涉及到很多腐败的现象那么政府里面的政府官员也利用这些中小银行去掏空这些中小银行，那么这些情况其实都很普遍。那么随着经济回落现在经济已经差到这个地步，大中型银行实力很强，它本身原来就赚了很多钱，它资本非常的雄厚，它扛这个经济危机的能力比较强，但中小银行就不是，它没有实力所以在目前的情况来讲呢，中小银行是目前中国金融危机当中风险最集中的环节那么7月1号国务院的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允许地方政府用专项债来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这是一个很大的动作但是呢，这个动作呢，其实外界看的不多，国内的报道呢也很低调，但是这个动作影响非常大我们今天就讲这件事情先说理由国务院这个国常会他这么说，他说6保6稳工作特别是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民营企业来说那么需要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那么发挥这个中小银行的这个作用不可或缺这个理由非常冠冕堂皇。为什么又是6保又是6稳，那么中小企业很重要，那么中小银行呢就服务中小企业，所以呢为了更好的服务中小企业呢，那么我们就想办法，怎么办呢？就让地方政府用这个专项债来给这个中小银行这个补充这个资本金这个话呢就讲得非常的冠冕堂皇。中国的这个公文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所有的公文都回避问题，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最核心的问题，补充资本金的最核心的问题肯定不是这个理由，肯定就是现在的中小银行已经面临非常大面积的
这种已经处于我们讲势如微卵，就是要爆的了，就是很多要爆，就是很多中小银行现在已经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只要出个案子，就有人广东话着楼，就有人逃跑。只要它里面一有人逃跑，那就这个老百姓就去排队领钱，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就现在中小银行非常的敏感，一有风吹草动，老百姓就排队取钱了，所以经常发生这种挤兑的现象。所以其实它真正的原因不是他说的这个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中小银行本身就面临这个崩盘的这个局面啊。那他的做法是怎样的做法？他的做法是在今年新增的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当中拿出一部分限额，让地方政府认购这些中小银行发行的可转换债券，然后就是补充它的资本金。认购可转换债券，不就先是债，后来就是变成它股本就是资本金啊。那么它是怎么个说法呢？它是第一，优先支持具有可持续市场化经营能力的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啊，这是第一个啊，这讲的这都是废话啊。二，是以支持补充资本金促改革换机制啊，这也是废话啊。三，压实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啊，这是真话啊，这是真话。银行及股东主体责任、金融管理部门监管责任，在全面清产核资、排查风险、依法依规前提下，一行一色推进补充资本金。什么意思呢？大家这个问题你们都得看紧了，各个部门都有责任的啊，就这个意思。压实这是谁发明的？是习近平发明的啊！压实要压住，还压实，这想起什么呢？这想起以前吃饭装一碗不够再压实，压紧一点，可以多装一点。这是叫什么？这就文革穷惯了，就吃饭吃不饱的人才会能体会压实是什么意思啊。第四，加强监管和全过程审计监督对专项债合理补充资本金建立市场化的到期及时退出机制，严防道德风险这就是纯扯淡啊！中共还怕什么道德风险？他根本没道德啊！他们就这个做法呢，其实呢，在6月30号中国银行的研究院发布了一份这个全球银行展望的这个报告啊，它里面讲得很清楚非常的清楚，就是当前全球银行业整体资产充足情况优于全球金融危机，就是08年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但是面对这个疫情不确定性和经济增长的疲弱的冲击，银行资产质量进一步恶化，银行风险进一步扩张特别是中小银行受疫情影响比较大，利润增长有压力，同时也面临一定的资产质量的压力。那么核销也需要一定的财务资源，相对来说内源资本补充能力有限，因此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补充资本。看见没有？中国银行其实已经在讲，跟他那个国常会上面说中小企业需要中小银行的支持，没有1毛钱的关系。其实讲得很清楚，中小银行资产风险非常大。他说未然要警惕这个资产质量比较差、资本和流动性储备不足的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例如农商行、城商行，
农商行、城商行的不良率分别已经攀升到 4.09% 和 2.45%， 明显的高于整个行业水平啊。那么农商行次级可疑的贷款余额接近大型商业银行的规模，那你想一下，这个农商行他们的贷款规模那么小，可是它的那个次级和可疑的这个贷款余额已经接近大型商业银行的水平。为什么？一定是这样。为什么？它面对的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本身的贷款质量就是比较差，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啊。同时，农商行、城商行拨备覆盖率仅 121% 和 149%， 也低于同行平均水平。报告这么说，他说银行资产质量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银行风险有望进一步的扩张，面临一定的资本补充压力啊。那么截止6月15号，全国发行的这个新增的专项债券，就是地方政府发的那个专项债啊，21936亿啊，那么发行进度是 96%， 很快啊，你到估计上半年应该很快就发完了啊，发行规模增长了12313亿，那么增长了 128%， 所以这个专项债呢一下子扩张这么大，其实债务风险是越来越大的啊。那么我们在这评价一下。那么这次所谓的地方政府拿专项债来补充中小银行的这个资本金的问题，这会有什么后果？这个非常明确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中小银行会再次出现一次变相的国有化啊，这是第一个。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在中小银行的运行过程当中，虽然它有增加资本金的需求，现在政府拿的这个专项债来借钱给他，先是借钱给他，最后变成他的股东。那你想一下，他扩充资本金的规模少了一点用都没有，一多的话，它不见得国有银行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方政府本身现在现在的这个财政非常的困难啊，从南往北走，越往北越困难，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现在大概率的情况，这件事情是地方政府拿着专项债去补充中小银行的资本金，那么等于是地方政府把中小银行给背起来，地方政府本身财政就有困难，那你想后果是什么？后果两个都活不好。为什么？很简单，很多中小银行它大量的是和政府往来，他们现在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情况？他们遇到的现在中小银行，特别是北方的一些中小银行，他们遇到的情况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出了状况，他们才面临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他太依赖地方政府了。所以你想一下，地方政府再把他举的这个债放到中小银行做资本金，可能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地方政府的钱花掉了，但是这个银行又没救活。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改革。像这样的情况，你必须改革什么呢？改革中小银行的制度。中小银行在中国的中小银行不是没有发展空间，中小银行的发展空间是被政府遏制住了。在中国，你想一下，中国的中小银行它限制非常的严格啊，你在这个区域，你只能在这个区域，你不能到其他地方去做生意，你就在这个区域。中国在开银行这个问题上是它最核心的任务就是保住国有银行的利益，所以中小银行它的生存空间实际上是被政府掐住了啊，那么它才会导致中小银行现在这个局面。那么你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放开中小银行的生存的空间，把它空间扩大，改变它的股东结构和治理模式，你才能解决中小银行活下去的问题。你给他一笔钱能解决问题吗？其实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原来的问题还在，你只是把问题往后推啊。但是你把问题往后推的，其实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影响。你比如说一些南方地区的中小银行，它比较活，它商业化程度比较高，它拿到一笔增本金，它现在是因为缺钱或者是风险比较大，它处于一个经营状况有压力的情况，你给补充它的资本金，它可能就活下来了啊，或者是它面前的这个困局就跨过去了，这个效果是很好的，这个没问题啊。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中小银行并不是这样的情况，有一些中小银行是这种情况，它治理条件还不错，然后这个股东呢又比较积极，比较努力啊，没什么人在这里面挖墙脚等等啊，这些所以有些中小银行还是很有发展前景，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大部分的中小银行都是靠政府吃政府。你现在让地方政府拿一笔钱给他，把它变成一个属于他的中小银行，那后果就更严重。其实中小银行的风险就会更大。为什么？因为你想想，他拿了政府的钱，政府自己就没有钱，政府本来就没有钱，特别是越往北情况越严重啊。那你想，它变成了政府的钱袋子，那地方政府会更掏空这些银行，这银行的前景更差，会更严重啊。所以其实你通过中小银行现在的这个问题，你可以看到最近几年中国的所谓的改革思路基本上是这个方向。什么方向呢？第一个，收归国有，就政府用钱摆平。政府有没有钱？政府其实没有钱，政府钱是哪里来的呢？专项债，专项债也是发的债，也是借的钱，这还是寅吃卯粮，用寅吃卯粮借来的钱来搞定这些问题。它为什么会有问题？中国经济我们经常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去10几20年，中国改革越来越，我们讲中国实际上就已经没有了改革。没有改革的原因是什么？没有改革的原因是，当它经济增长的快的时候，它很多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它用增长就把它给覆盖掉啊。你比如说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国企的问题，国企原来很多问题，就算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垄断企业，什么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原来都是问题。为什么？亏损啊，大量的坏账啊，大量的这些经营不善啊。那么后来为什么这些国企的问题没有了呢？很简单，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其他的银行全摁住，你不准搞，就让这几大来搞。那这几大扩张之后，用财政资源去补充他们的资本金，农商行一次性给了几千亿啊，这些亲生儿子给了非常多的钱，然后又把他的坏账一次性卖掉，冲销掉啊，用这些方法来，它不是改变这个机构的经营机制、体制。他不是用这个方法，用我刚才讲的这种方法，最后这些企业全部变成了宇宙级的大公司。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了，持续的在增长，它在增长过程当中，他们就在获利。所以中国很多问题是用这种方法来解，这种方法的后果是什么？国企并没有改革，它从头到尾到现在没有改革啊，所以国企你可以看得很起，中国的国企就是政府部门的一个延伸。你比如说工商银行它就是人民银行的其中一个部门，它只不过是做工商银行这块业务，它最后它的任务还是什么？
他的任务最终还是要解决政府的需要。那么当然，像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这么大的银行，那还有一个功能，什么功能？领导批条子的功能。领导写个条子啊，什么领导？当然是有力的领导啊，非常不是普通领导，随便什么领导也不是啊。批贷500个亿啊，他就贷500个亿。那个领导写一个，当然也是有力的领导，批1000个亿就批了1000亿。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什么前海啊，什么叫什么王健林啊，这些飞速的这些，你看到前台像什么海南、海航啊这些啊，他们是怎么扩张的？就是这些银行掏钱给他们去测购资产，所以这些大的银行是拿来干这些事情。第一个完成政府的任务，第二个给这些领导解决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国企到现在都没有改革。不是说国企没有改革的需要，而是他根本政府就不想让他改，到现在为止都不需要改。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多少年，过去几年，越来越多的情况往回走。往回走是什么？你看中小银行就这个做法。中小银行它干什么？它不让它去改革，改革可能现在就会引爆一些中小银行，可能就直接就到破产了，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尽量的选择什么呢？能够让它变成政府控制的资产最好。现在的思路就是这个思路，所以你用这种方法，你看你从用政府手上的专项债来补充中小银行的资本金，这是一个政策，全国性的啊。那真正的后果是什么？地方政府就会变成中小银行的股东，如果他补充的资本金多的话，他就变成大股东，这就变成国有企业了。这就是改革的回头路，倒退，这就是改革的倒退啊。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讲一个这个中小银行，但是目前来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中小银行非常的危险啊，非常的危险。如果有网友在那里有存款，或者是买了他的理财产品，大家要小心，大家一定要小心，中小银行的风险是很大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呢，你现在在中国所有的媒体当中，你已经看不到任何负面新闻啊，最多看到的负面新闻可能就是腾讯跟老干妈打了一架，大概是一个这种级别的这种性质的负面新闻。其他的经济领域的负面新闻已经完全看不见了。我们只能通过什么呢？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这一些正面报道看到什么？看到一些实际情况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但是来到这个阶段，其实影响中国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其实来到这个阶段，影响中国最大的事情因素就是经济因素。为什么？因为以我的判断，中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我已经讲，我觉得已经不能用非常困难来形容啊。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已经到了一个接近临界点啊，就是我之前讲过，我上个节目讲过啊，中国现在死扛两件事，一个是汇率，一个是这个一个是人民币汇率，一个是房地产价格啊，房价啊，他死扛这两样东西。他死扛这两样东西，当然原因是因为这边跟美国又中美贸易战，中美之间又激烈对抗，这头又把香港给点着了啊，这做了一堆，这边跟印度又准备开战啊，所以一堆的这个对外部的事情，他得内部他得稳住啊，所以他不敢动任何的东西啊。现在他死扛两件事，一个人民币汇率，一个是这个房地产价格，但是他把这两个价格
这两个价格其实老实讲都处于高位啊，处于这么高的位置扛住它，这个风险是非常的大，它会把整个经济的掏空啊。在这个经济掏空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它现在经济已经进入这个临界状态，就很怕出现一个什么呢？它就有点像那个搭积木，就你抽一块我抽一块，你抽一块我抽一块，它就没塌，但是呢就摇摇晃晃啊。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摇摇晃晃。摇摇晃晃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因为它那个塔很高，越高，你想，这就有点像那个房价跟汇率啊，你越高，你的越容易塌，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中国的失业保险金到底有多少？就是，假如你失业了，你不是每个月都在交社保吗？啊，你交社保啊，交了社保，你假如你真失业，你能领到多少钱？其实我很关心这个问题。然后今天有个新闻说，这个中国各地开始提高这个社保失业保险金的这个标准啊。那我就今天就把这个标准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有个概念啊。因为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这个失业保险到底有多少钱啊。上海上海从7月1号开始，失业保险金最高标准，我讲的是最高标准哈，每个月从1815块提高到1895块，加了80块钱啊，就是最高标准。最低标准我不知道在哪，他也没说啊。最高标准是不到1900块钱不到，1895啊，1895，增加了80块钱，你可以领啊，最高标准领到第13个月到第24个月的时候，就是第一年是1895，第二年是多少呢？降回去了，降到多少？1516，就是第二年你领2年。如果你再往后延长，2年之后一个月能领多少钱？都是最高标准哈，1240，有用吗？所以这个失业保险1240，一个月1240，一个月1240，我算你1200块钱，30天1000，一天是40块钱，没错吧？40块钱，一天40块钱，失业保险3个饭盒，40块钱，一天40块钱，3个饭盒买得到吗？不带肉都可能买得到吧？啊，一个早餐2个饭盒，大概是这样。这上海的情况啊。北京是这样，北京是对参保满1年的这个失业补助金，它叫失业补助金，每月1408，参保不足1年，每个月的失业保险金补助金880，北京更少啊。就是你交保费交了1年，满1年，你的失业补助金一个月是1408，如果不够1年，一个月是880。符合条件，我不知道它条件是什么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农民合同制工人啊，合同制工人按月可以最多领3个月的临时生活补助，每个月是880啊，每个月880，这非常的低啊。北京物价是什么情况？黑龙江4月1号起提高多少？把失业保险金提高到最低工资的90%，是多少呢？就是由原来的1344提高到1512。这黑龙江就是黑龙江哈尔滨啊，这哈尔滨市区是这个啊，其他地方不是没这么高啊。哈尔滨市区就是1344提高到1512。所以其实大家看啊，其实中国真的是比大家想象的要穷啊。之前李克强讲
这个中国有6亿人啊，一个月收入不到1000块钱，大家很吃惊啊，很吃惊。后来你把那调查报告一看，哪止这个更多更穷啊，所以其实你看这个标准你就知道，其实中国老百姓真的还是非常的穷啊。广西5月1号开始，也是把这个失业保险金最高提高到最低工资的90%，然后就是按照每月标准1810，就是1810啊。广西还比这个北京高点啊。然后是山西是这样，这个扩大这个失业保险范围，扩大到所有城乡参保的人员。我就觉得很奇怪，既然你都已经参保了，还要扩大到那个范围，那以前还有很多人没有，他参保也没有覆盖他们吗？这是非常奇怪啊。陕西对领取失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助金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价格临时补贴在现行标准基础上增加1倍，增加到多少？每人每月60，执行期3月到6月，就是多发60块钱物价补贴，60块钱1个月哦啊，然后就是还有限期3月到6月啊。我不知道中国这么低的失业保险怎么养家活口啊。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呢就相对我们今天我们的主题主要是要让大家了解2件事。中国经济现在最危险的部位在哪里？在中小银行。中国政府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用地方政府借的债来补充资本金，然后地方政府通常就会变成这些中小银行的大股东或者是小股东，有的会变成大股东。如果你资本金补充的多的话，就是越烂的银行，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变成它的大股东，大概是这样啊。那么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回头路。然后我们今天再看一下中国的失业保险金到底有多少啊？中国的失业保险金，北京、上海都是这样的水平。大家想一下，你的社保有用吗？能救你吗？我估计救不了了。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啊，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另外特别提醒大家，留意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另外也请大家把我们的这个节目把我们的视频分享给你的 Facebook 或者推特账号上去。好，我们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谢谢我们现在进入互动明谢一下闪电233，谢谢 Sarah 刘，谢谢林建辉，谢谢 Leo 刘，谢谢一天不听王老师感觉少了些什么，谢谢你，谢谢你的支持。积极成，谢谢王老师，国内的好友昨天刚刚从农村信用社借了400万扩大养牛生意，抵押的牛舍和房产，很惊讶审批程序如此草率，明显抵押物无法偿还贷款，可以分析一下其中的风险吗？用他的牛舍和房产，我不知道他的房产有多少啊。如果是养牛的话，那最多也就是城乡结合部，也不会是很大的房产。那么中间还是有问题就是你想这些也许这里面有2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银行要做这块业务，有任务那么觉得这家养牛场生意还不错，所以押一个宝，把这个量走上去，有这种可能性那么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这家工厂搞定了这个银行，
就这个养牛场搞定了这个银行，银行愿意借多一点钱给他。但是这个行势下扩张养牛生意，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是养牛，是牛肉生意好卖，还是牛奶生意好做呢？不了解具体情况，只能这样子大体上说一下，因为需要更多的判断的材料才行。我现在看不太清楚啊。张涛谢谢 ，Mike 朱谢谢 ，April 张谢谢。一天不听王老师的节目好像少了什么，支持王老师，把节目一直做下去。很多听众非常需要有王老师这样可以唤醒独立思考的声音，也感动于王老师悲天悯人的正义感。请王老师喝澳洲的咖啡，谢谢。QJ 王谢谢。观点：专项债扩充资本金的危害在于，1亿资本金进去10%准备率，可以贷款10倍出来10亿。我怎么没看懂啊？1亿资本金进去，10%储备率，可以贷款10%，那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操作，10%的储备率是什么意思？我不理解啊。你说的是杠杆吧？准备金，资本金就是资本金，资本金是这样。对于银行来说，资本金并不是所有它资本金并不是银行做生意的主要的来源，它的主要做生意的来源还是存款。如果他存款不够的话，他就要去借钱贷款，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说，银行必须把他的生意建立在储蓄的基础上。如果他储蓄不够多，他做的生意是不够的。那资本金会占多少？资本金呢，也就占他整个的资产的10%啊，10%很多都做不到啊，7、8吧，7、8吧，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银行会有这个银监会也好，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都有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当然，你资本金越多，你的扛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因为资本金是自己的，不用还的。当很多人来跟你取钱的时候，你资本金越多，你心里越不怕啊。如果你借了很多钱，资本金你的生意都是融资回来的，那大家来取钱，你就会非常担心。原因是这样。观点：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是国家庞氏骗局，破的时候就像扎气球，是这样的啊。这个金融是什么？金融其实核心是什么？金融的核心是信用。信用是什么意思？信用就是我把钱借给你，首先一条，我相信你有还钱的能力，这叫信用啊。我不相信你的话，我根本不会借钱给你。信用是所有金融的前提啊，在金融领域，信用是第一位的啊。政府有信用，你可以发行国债，有人来买你的国债，你可以发很多的国债。美国政府就发很多的国债，中国政府也发很多国债，这是第一个。或者是叫什么？叫如果我们大家都以信用为前提进行交易的话，那么交易的效率就非常的高，它可以产生很大的支撑，对整个经济有很大的支撑。那么突然有个环节信用没有了，后果是什么？如果金融某个环节，就整个金融市场当中有个环节信用出现没有了，真空，就会收缩，大家都不敢借钱，因为怕钱收不回来，因为你挣再多的钱没有用，本金都没了，你还有什么用？所以大部分的情况，如果突然发生信用危机，大家都会把钱收回来。当大家都把钱收回来的时候，这就出现什么？货币紧缩。货币紧缩，整个金融就会出现危机，因为大家都没有，突然一下大家都没有钱了。大家都没有钱的时候，经济就会崩盘啊，就是这样。所以信用也好，
杠杆也好，是现代经济的运转的前提。如果没有信用，也就没有杠杆。如果没有杠杆，这个国家增长是非常的低的就跟早年时代是差不多的。所以不能完全讲金融体系是庞氏骗局，但是这里面有2个问题是涉及到庞氏骗局。第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的债务是不是他自己能承受得了，这是一个非常的疑问但是你知道中国政府最大的本领是什么？就是骗你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还不还得了这么多的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中国的那些大银行，就是我说的什么工商建设这些大银行，账面非常的漂亮但是后面的资产到底怎么样，没有人知道那里面绝对是一大块一大块的窟窿。为什么？你看一下所有的大案，什么从吴晓辉到这个海航，到这些王健林，到这些所有的大案，金主是谁？就这几个大银行，因为其他人拿不出那么多钱来。那你想一下，这是已经曝光的，没曝光的呢？那你中小银行这个欠个300万不还，那个欠个500万、5000万不还，这算啥？你看看这些大银行欠多少钱，它产生的这个风险，那都是以千亿为单位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再去看一下我上次整理过一份中国的这些大企业的这些借债借债的规模是多么大，借万亿的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其实有2个我们不知道的可能是庞氏骗局的东西是什么？一个就是政府的债，第二个就是这些国有大银行的资产。这2样东西才是真正有杀伤力的东西。提问王先生，请问商业银行可以拥有券商牌照，会造成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据说这在美国是禁止的我们这是一个金融机构的管理模式以前金融机构是混业经营。混业经营是什么？我是一个金融机构，我这边有银行，这边有证券公司，这边有这个甚至有高利贷都有可能。我各种金融业务我全部都涉及。我是一个总的，就叫通常我们叫金控公司，金融控股公司，这叫混业经营。混业经营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一笔钱可以做这么多种生意，而且这些生意可以互相支援。所以呢，我比如说我有30个亿，我30个亿可能这边开银行拿来的钱我就放到证券公司去做自营，这边呢又做信托公司，这边又做这个基金，这边又做风投等等我这笔30亿的钱我涉及各个领域，东方不亮西方亮，这边生意不好这边生意就好。这样的话呢，混业经营呢，这个金融机构就膨胀的非常大，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些金控公司它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它其他业务都挺好的，银行也挺好，这个也挺好，那个也挺好，自营这块啪爆了，他们用的是一笔钱，这个金控公司30亿，总共30亿，结果这个自营业务这一块，咵一口气赔了50个亿，整个的金控公司全倒闭。它就是说，当你混业经营的时候，它的风险是倍增那么奥巴马是这个金融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奥巴马就开始收拾残局。第一件事情，不准混业经营，各干各的吧。
这就不能混淆，就是你说的这个银行你不能够搞进证券，你得切开，中间有道防火墙，这里建一道防火墙，证券公司、投资银行这个的各个金融业务建防火墙，你们互相不能打通，你这块倒闭没事，其他都不会影响。这样做好吗？这样做有好有不好，反正华尔街不喜欢这样做，为什么？我的手段，我的，这不是限制我嘛，对吧？华尔街呢需要各种各样金融创新，能够最好一笔钱变成做100种业务，那多好！所以华尔街是不高兴。川普是在拆除这个限制，川普是在拆除奥巴马的限制，大概是这样。但现在的情况还在角力吧？就川普的方向是要拆除奥巴马时代对这个银行业、金融业的这种限制啊，好吧？反正有好有不好，好就是对做生意的来说当然好，我希望能够有一笔钱能做很多的业务，这样的话我可以分散风险。但是不好的是，你万一风险没分散，一个业务一爆，你整个集团完蛋，就这样的情况啊。提问：这次会不会像1999年成立的4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把中小银行不良贷款剥离给资产公司？不会有人接的。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跟什么建行、工行的那些不良贷款那可不能比啊！中小银行的优质资产可能比他们不良资产还要差，理解吗？他那些剥离的是懒得管，中间有一大堆的猫腻呢。那剥离那送钱出去的，你想想看，接这些不良资产的人都上市了，都赚得一塌糊涂了。你想想这剥离是什么情况？你剥离有人愿意去接，你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是什么情况？那一定剥离是有问题的嘛，是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观点：像江浙私营企业发达的地区，地方银行占市场份额巨大，一旦出问题都是核弹级别的破坏。是的，江浙一带的私营企业、私营经济发达，地方银行的份额比较大，不能说巨大啊，巨大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但是这些地方的地方银行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经济好的时候、扩张的时候放出去的钱，现在收不回来。为什么？因为这民营企业都出问题，所以其实他们那边的地方银行都有问题啊。观点：做大做强国企等于是背弃和推翻了当年朱镕基的政治成果，基本上好的地方民企都被国资入驻，这就是这个情况。现在走回头路。什么叫回头路？现在经济开始滑坡啊，原来的中国的民企，他们奉行一条原则：1块钱的本金做10块钱的生意，那9块钱从哪里来？从银行借，银行不借，高利贷都借。所以地方的这个，特别是那些民企，很着急，赶紧赚钱，赶紧发达。其实现在全中国人都是这种心态，要赶紧挣钱，赶紧发达，1块钱做10块钱生意。经济好的时候，你还是那句话，经济好的时候，你这么做啊，激进一点，还有人资金链会断掉。那么经济下来，资金链断的那就不是1个半2个。这2年怎么叫一个180家地方的龙头私营企业，然后他就违约啊，就要破产啊，破产怎么办呢？国资委我来救你吧，我把这个债给接了，我一接他不变成大股东了吗？有些地方的这些龙头企业还是非常厉害的，很好的资产，就实际上是
政府利用经济危机来做国有化的动作啊。提问：王老师你好，我已经将我的美元现汇转到外国银行的账户，请问是不是比方的中资银行安全？未来某天万恶的 CCP 会做出强制结汇的这种流氓行为吗？谢谢。你都已经换完了，都做完了这个动作，还来问我干嘛？对吗？你说呢？网友答：你账户中的外汇只不过是用人民币购买的外汇额度，政府完全可以制定法律强制买回。外资银行的国内账户外资银行的国内账户现汇放在外资银行的国内账户。我没办法评估这件事情。为什么？只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外资银行会不会出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外管政策会改变。如果出现了外资银行出现的状况，你还是一样不安全。第二个，外汇管理政策如果改变，你还是没办法。比如说，看这个网友说的很对，如果他改变结汇政策，说从今天开始，所有在境内的账号不得持有美元，必须强制结汇。你需要美元的时候，你再来买，你不是就换掉了？所以这个还是有风险啊，还是有风险。但是我不知道风险有多大啊。情况我经历的失业保险事件，我在上海上班，老家外地，当我去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时候，他们说虽然你交失业金，但是你不能在这里申请失业金，因为你户口不在这里。我顿时目瞪口呆，不知道怎么反驳他们。我交了这么多年的失业金，意义是啥呢？对呀，还不能在这里就耍赖了，这就是明目张胆的耍赖了。情况好友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一所最好的高校985+211当学院领导，说今年就业形势非常差，校领导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个学校从以前的毕业生从来不愁就业。情况：工作没满1年，给2个月的失业金，最多领24个月，条件很高，难领。我在家每个月要自己交社保767。情况：我5、6月失业在家，本打算理失业保险，但必须由原单位证明，非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换句话说，就是被公司裁。但是考虑到接下来我还要找下家，怕对背景调查有影响，所以就放弃了这笔钱。观点：我只交了1年养老金就弃了，我早就判断以后养老金会崩溃。观点：大陆职工社保为5种保险，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要买保险必须5险全买，不能买单项。很多农民工都没有保险。所谓医保，原本100块钱能看好的病，要你交1000块钱，然后报销70%，你只用出300就可以了。屁民3呼万岁。所谓养老保险增加，就是货币贬值30%，给老人家增加5%的养老金，老人家热泪盈眶。观点：辞退的话，公司有风险，因为辞退必须补偿。所以一般就算自己不想做了，辞职，找了家公司开个辞退证明，很多公司是不会开的，想拿到失业金就很难，自动离职就更别想。就是你必须去银行，这家公司把你开除，然后你就让他开个证明，是我开除了这个员工，你拿着这个证明才能去理失业保险。如果你是自动离职，甚至是明明是这个企业开除你，或者是遣散你，也不给你开这个证明，你还是拿不到这个保险。
坐标浙江，4年前一次失业，去劳动局，被告知可以领5000人民币，但是必须原单位开具，是因为原单位的原因才导致自己的离职，没有一个单位肯开这种证明，所以没领到这5000，而且很无耻。这个情况，你看那些报道水灾的新闻，不是报道受灾人民的情况，而是宣传军队救灾的辛苦与付出，无时无刻不在宣传洗脑，这就是对，没错，就是这样。提问打卡台湾，请问王先生，一，之前假黄金事件对金融体系影响后续效应发生了吗？如果还没，请问大约什么时候会发生？现在我跟进了一下这个新闻哈，现在还在讨论解决方案。湖北省有个副省长啊，召集这些人在讨论解决方案，还没有下文，现在还没有下文啊。提问：既然地方政府都是亏空的，哪来的钱去投给中小银行？你们买的债券呢？你们买了债券，它就有钱投给中小银行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债啊，地方债就是这么来的啊。情况，昨天看了一则新疆人被集体绝育这一新闻，顺手在头条刷了一下新疆出生率，那条陡峭的降斜线看得我内心一颤。希望王老师也可以做新疆的节目，当然可以做。那条新闻我看过。我现在的问题是，我有一点犹豫啊，有点犹豫在哪里呢？对于这种新闻呢，我很理解这个就是新闻发生的源头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可靠的来源来说这件事情。如果有个可靠的新闻来源在说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讲。但出于一个我自己的专业要求吧，就是说一般你可以看到很多有些话题在网上传得非常的广，那么我未必会跟着说的原因就在这里，我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可靠的来源，我才会去跟进这件事情，好吧？今天 ABC 说有4班飞机有阳性病例，请乘坐这些班次的乘客自我隔离14天。这要是在国内，直接把你大门加铁门焊上，而且国内的人也认为这种方式是对的。不同的方式是体制的原因，也有对生死态度的不同。中国人很怕死，大概还不是这样。你要是在其他国家，一个什么国家，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你上去把别人门给焊死，你看一下，你等着吧，不用打官司，你这政府可能就已经被人搞定了啊！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这是什么？这叫什么？这犯了几个罪了，已经都是大罪哈。第一，限制人身自由，对吧？这限制人身自由吧？非法拘禁吧，对吧？非法拘禁吧。第二个，你家里面老小，你还没有不给他支援，这人道灾难吧？你政府敢干这样的事情，疯了，真的是。只有中国这样的集权社会，他才有可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啊。观点从老干妈和腾讯事件来一期中国的司法是为权贵服务的，谢谢。好吧，怎么说呢？这件事情其实站在中间讲，老实说这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件事情上看到了很多的韧性，对吗？如果是一个商业机构如果2个都是商业机构，大家坐下来有什么不可以谈的呢？但是你看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为什么会任性？任性背后是什么？任性背后就是权力嘛，权力才会任性。所以你说的其中结论是对的，司法就是为权贵服务的，这是中国，其他地方不是这样
王老师你好，因为昨天请假，有幸看了《人生就差5分钟》，相同的人生轨迹和价值观，为我对这个平台更充满了期待。自律是我当兵时养的最重要的行为准则，独立思考是当记者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不为眼花缭乱的光影所迷惑。退休了，在王老师这里补充营养，真的好开心，且受益良多，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肯定我。谢谢。情况：本人在华东某重点大学做老师，听学校的行政人员说，今年的大4毕业生就业率只有30%左右，现在校领导很着急。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啊，我们下面就还有一个啊，再念完。情况：本人境外专业人士，在华20多年，亲身看到山东地方政府从不少地方人士、黑社会集团借钱资助地方政府财政，由于长时间没有还款，通过多年的积累，基本无法还上，一般最后是通过土地转让给这些相关人士集团，以便还利息等，严重的逼退早期的台商和港商出让他们的厂房、项目和土地。山东是吗？OK， 山东的政府，你看一下这些年山东出了多少新闻啊！山东这上上下下的政府官员啊，真的是很坏啊！好，我们明谢一下啊，生如夏花 Melody， 谢谢 Chef 陈，谢谢，恭喜王老师搬新家，还有就是现在的发型很帅，现在发型不是很帅，其实我没有时间去理发，所以头发就很长 ，OK， 因为最近的确是比较忙一点啊。李世宏，谢谢。张涛，谢谢。请问，据您所知，国内的自治区与一般的省，除了名字带自治区以外，有什么差别？没有任何差别。中国所有的自治都是骗人的。中国所有在一个独裁的体制下，怎么可能有自治？不可能有的啊，那是骗人的啊。Crane， 谢谢，恭喜王老师乔迁新居，赞一个。一如既往的感谢王老师和美西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平台，谢谢 Kiki，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点赞哦，有点少哦。